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？明明自己学了一堆东西，报了一堆课，认知好像也提升了，可一遇到事儿，该炸还是炸，该焦虑还是焦虑，该痛苦还是痛苦，好像那些道理在生活中一点用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真相就是，你学再多的知识，提升再多的认知，你的智慧也不会增加一丝一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智慧从来都不会缺失，它不是你修来的，而是你本自具足的。那既然是本自具足的，为什么你没有找到呢？因为你从来都不会观。你看，经典里从来都没有告诉你修，而是让你观。观即智慧，通过观你才能恢复本自具足的智慧。注意，智慧是恢复而不是增加，因为它不增不减，本自具足。这就叫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只是因为这颗妄心的扰动，将本有的智慧遮蔽住了。那如何去观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用你这颗本觉真心去观那颗攀缘执着的妄心。本觉真心在哪里？就在当下，它从未离开过你。因为有它，所以你此刻能听、能看、能闻、能想。但也因你对这些所看、所听、所闻、所想的执着，真心当下就转为妄心，所以我们就认假为真。举个例子，你头脑里升起一个念头，比如昨天我那句话说错了，他肯定生气了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你立刻就跟上去了。你开始回忆那个画面，分析他当时的表情，懊悔自己为什么没忍住，甚至想象后续的尴尬。你完全沉浸在那个念头里，就像看了一场电影，而且你把自己当成主角，跟着剧情痛苦。但事实是什么？那个昨天已经过去了，它现在只是一个记忆，一幅画面而已。你却在为一个不存在的画面付出真实的情绪，这不是自我折磨是什么？还有未来，你担心明天的工作汇报，下周的房贷，下个月的体检结果。可明天来了吗？没有，你却在心里把它预演了无数遍，把自己吓得浑身紧绷。过去已经没了，未来还没来，你活在哪儿？你活在你的妄念里。大部分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不是在懊悔过去，就是在担忧未来，永远没有真正活在当下过。我并不是说你不该计划未来或者反思过去，而是说你被那些念头抓住了，他们成了你的主人，你被牵着跑。那个能知道我在懊悔的，那个能知道我在担忧的，才是真正的你。就像一台电视机，屏幕上演着悲欢离合，但屏幕本身从来没动过。你的真心就是那个屏幕，而妄念就是屏幕上流动的画面。你只要一执着于画面，就会忘了屏幕的存在。所以你看，妄心怎么遮蔽的真心？其实不是真心被拿走了，是你把注意力全部交给了念头。你相信了念头告诉你的故事，然后你的情绪、你的身体反应、你的行动，全都跟着那个故事走。你成了一个被剧本操控的演员，而忘了自己是能写剧本的人。那你不就是沉浸在虚无缥缈的自我折磨当中吗？而当你看着它，不随它，接纳它，回归当下，你就回到了你的真心。这就是观的力量，它让你从演员变成观众。你可能会疑惑，这个所谓的真心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呢，还是一切众生共用一个呢？有这个疑问太正常了，因为我们习惯了二元对立的思维，要么是我的，要么是别人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
这个本觉真心是超越一切现象和分别的，所以不存在共还是不共的问题。因为共和不共都是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来说的，所以不是共的，也不是不共的。因为我们分别才有我相。所谓每个生命的独立性是在相上的独立，精神也是相，但这个自我独立性是虚妄的，都是本心所现，也就是镜子中所显的相。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如果把我们的真心比作大海，那我们的这颗攀缘心、妄心就如同海上的浪花。什么叫妄心？妄就是误认的意思。我们误认为有一个我，每一朵浪花都误认为浪花就是我们自己。那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了，这个浪花是怎么起来的？也就是我们的攀缘心是怎么来的？攀缘心就如同平静的大海，缘就如同风，你攀什么样的缘就会起什么样的浪。风就是你的念，只要动什么样的念就起什么样的浪，这就叫一念无明，风起而叶随。如果你能看透这一点，你会发现所有浪花本质上都是大海，但浪花自己不知道，他以为自己是独立的一个个体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、性格、经历，就像这朵浪花的形状和波纹，看起来千差万别，可本质都是水。而我们的六根就如同这浪花上的泡沫，它是我们认识这一层浪花世界的工具。所以我这里就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大海中总共有6层浪花，因为每一层的波动频率不同，显现出来的浪花形状也不同，所以形成了6道众生。但不管浪花如何变化，它们都本就是大海。我们之所以能相遇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缘。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再回头看那些让你痛苦、让你纠结的人和事，你发现没有，那个让你气得发抖的同事，那个让你伤心欲绝的前任，那个让你焦虑到失眠的业绩目标，他们真的只是外来的吗？不是，他们就是你心里那股风吹起来的浪花。你讨厌他，是因为你自己的念先给了他一个定义；你恨他，是因为你心里的风还没停，还在制造新的浪花。那个让你痛苦的模式，那个一被别人否定就炸的反应，那个一看到对方不回消息就崩溃的剧情，它就像你心里有一阵固定的季风，每到这个季节就准时刮起来，然后你的生活里就准时出现一片狂风暴雨。这就是习气惯性。我们原本都是浪花，都是大海本身，并没有分别。你所分别出的他与他，其实还是你自己。比如做梦时，整个梦都是你的心，一切梦境都是心之所显，而你在梦里也执着了一个我。梦里面也有其他人，但事实是，梦里的别人都是你梦里所执我和所执他，都是你心的投射。你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真实独立存在的个体，而是你意识里的影像。那你说，这个梦里的真心是你一个人独有的，还是跟梦里其他人共用的？梦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你自己。所以为什么说你看到的所有人都只是你自己？你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？是因为你有喜欢和讨厌的标准，你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标准较劲而已。当一个人的言行触碰到你那套标准的时候，你立刻就会蹦出一个念头，他不应该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就开始生气、抱怨，甚至愤怒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真正在跟谁较劲？是那个人吗？不对，你是在跟你自己内心那个他不应该这样的标准较劲。这就像你照镜子，看到镜子里的人脸上有脏东西，你拼命擦镜子，但怎么也擦不掉，因为你真正要擦的是你自己的脸。
那个人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你内在的评判和执着。当你接纳了他人，实际上就是接纳了自己，你与他就没有分别，就是一体，就回归了大海，这就叫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，自导自演，自作自受。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尽情的体验感受，探索自己当下的剧本，借着这副身体随缘而妙用，极观自在。你不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你只需要认出真正的自己，那个在你看念头、看情绪、看世界背后的看本身，它就是你的本觉真心。它一直都在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所有的修行，所有的学习，最终都是为了确认这一点。记住，你不是在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你只是在看清一个从未改变的当下。当你彻底明白这一点，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变得很轻。那些你以前死死抓着不放的执念，那些你痛苦纠结的关系，那些你恐惧失去的东西，都像浪花一样来了又走了，而你只是那片宁静的海。最后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如果你被今天的内容触动到了，在评论区留下一个观字，不是给我看的，而是给你自己看的，提醒自己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不再是一个拼命努力变好的人，你只是一个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观察者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